同激励。身穿绛色袍线，连环锁甲兽吞剑，墨绿战靴云茜，凤翅明盔耀日，枝满宝带腰悬，狼牙混棍手中捻，凛凛英雄罕见。我乃霹雳火秦明，荆州兵马总管事也。韩贼，你便下来！我如今和你并个300回合，却再做理会。相比于你方唱罢我方唱的三国题材啊，《水浒传》的系列人物在1:6的兵刃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啊。相对而言，我一直有关注的，还有这个频道持续更新的就是关于 MRZ 的水浒系列。今天呢，也迎来了五虎将的第2个人物。乐子是小球儿，大家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摩尔牌棋。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由 MRZ 出品的《霹雳火秦明》。这次呢，因为不是一个拆箱分享啊，是把这个大货样做一个前瞻啊，拿到家里来。一方面呢，自己玩一玩；再一个呢，是录视频跟大家分享，来看一看啊。其实整个系列呢，我们有讲过3款人物了啊。关于他家这个水浒题材，或者说想要走的那个古风呢，也一直在强调，其实是一个很风格化的处理，偏传统啊，但是并非是那种纯写实的影视风。这一点呢，和水浒这个题材其实是相契合的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吃那个干脆面攒那个水浒卡，里面就是会有那种形形色色、各式各样、不同风格的立绘和形象。这次秦明的这个拿到手中啊，我的感受呢也是它有维持整个这个系列类似于连环画的一个风格，但是呢，在一些如同甲胄啊、这个服装啊，还有头雕方面呢，相比于我所谓叫第一弹吧啊，前3款的话，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的啊，古代玩具的一个灵魂吧，占比很高的这个甲胄方面，整体呢其实还是采用了一个胶甲形式，但是呢，在设计语言或者说设计思路上啊，尤其颜色搭配上，我觉得是相较于之前会去做一定减法。之前其实他会想要把那种近似于年画的那种传统风格的大的色彩、各种撞色放到一个甲上去搭配。这次秦明的话，整体就是围绕着红黑加上这个铁灰色，其实是简化组合但是放到这个复杂的甲胄上，你会觉得细节其实是比较丰富和耐看的，也用了很多传统的元素。很明显的就是它这个胸腹部兽首最中心这个很大的这种类似于一个团花图案的护心镜，人马的这个铠甲上都有多次体现的一个图案，大面积采用这种山纹甲的排布，质感上、立体感的呈现上，很近这个距离去看的话，做出那种山纹甲棱角穿插重叠到一起的那种效果的。仿皮的这个包边儿，这个皮纹的刻画呀，包括这种红色的波浪状图案还是能给你一个比较强的真实感。再结合它像包边这里用了真实布料，然后一些皮具皮带呢也是采用了真皮的材质，这块还是融入了一些写实的表现方式。当然，这个写实感还是基于它风格化的一个设定或者设计的大前提下的比如说它这个头盔这个部分，其实是叫凤翅朱漆粒，然后它也对这个所谓的这个装备进行了一个自己的一定的理解和设定，有一些这种翅膀展开包括这个粒的这个形象，我觉得是很特别让我想到啥呢？就我命由我不由天那个。天宝，对，有点像天宝那个其实我就觉得这种还是蛮吸引人的。当然，目前这还处于一个样板阶段，实际在后续生产时候，类似于一些边角这个边缘呢，还会做一定的优化，包括它这个盾像还有披帛上会重新开模，更方便你去穿脱和与整个人物进行搭配。未来还会有一定的提升和改进。这款也和前3款一样，
具备一个布艺的这种外搭，是采用了一个袖衫加披风的设计，4种造型铠甲、袖衫、披风、袖衫加披风，穿戴来讲比较方便的，因为不是那种半袍嘛所以就很简单。中间这个腰封你起码是不需要去动的。当然，这个袖衫本身穿好之后，因为它内部有这个肩甲嘛你还需要再去做一定的打理，才能有一个好的效果去呈现。它以前会用那种近似于绸缎的亮面去表现想要那个质感，确实呈现出来那个感觉是好看的，但是那个材质会有抽丝儿的这个风险。这次的话用了有点像鸡皮绒这种质感的布艺的话，耐久度上来讲肯定会更强，而且在颜色上，这个暗红色和整个铠甲风格上也更加接近。像一些卡扣固定的这个位置，这个零件其实是有实用价值的你可以通过推拉去对你这个绳结进行一个固定，宽松程度的调节上，我也觉得更加方便一些。然后呢，还有头雕这个部分这次秦明呢其实做了一个比较夸张的设计，很明显的地方就是它嘴这个嘴里边这个牙齿是做了一个单独的分件，很分明和立体的呈现。对于人物这个表情来讲，我觉得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助力的。胡须的表现，这络腮胡子并不是一个很长的状态，一个短须，下端是这种直胡上面是这个胶件，皮肤质感多了一些真实感。眼球部分、瞳孔部分会更加通透的设计，同时保有了可动眼，方便去调节出想要的一个神情。其实这个面部改了几番从最初的那个造型一直到现在算是定稿了。目前的呈现上其实会减轻一点匪气，能贴近秦明这个人物的。然后再说一说武器部分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这个巨大的狼牙棒，当然是经过一些演绎属性的重新刻画很巨大的夸张的武器形象。这次在设计的时候有意凸显了它作为那种铁质的感觉，你不会感觉它很违和因为这个武器其实造型是比较夸张那种嘛，所以它在颜色上和甲胄本身做了一个呼应，也做出了比较多的这个铸造感相比于一些类似于关刀长矛这种武器的话，相对比较少见的。佩刀这个方面也是做了一个风格化处理，不太常见，像是这种环手刀的一个造型，但是它有一个阔刃的这个形式鞘的部分很浑厚很巨大就和秦明这样一个身姿去搭配的话，会有一种重剑无锋的那种感觉吧，砸也能给人砸死那种。然后是系列一贯的人马搭配其实一般这种1:6的武将题材，厂家都习惯给你配一个巨大的马匹但是其实有一些类似的产品，这个马更多是以一个地台的角度出现的不过 MRZ 因为是从这个动物脱胎出来的一个厂家，所以对于马匹的这个姿态还有皮肤的包括这个蹄子的一些刻画比较拿手。我们讲过的它这马匹一些细节像它那个腿上那些叶眼这个咱们就不多重复。这次为了和秦明这个大块头去搭配的话马匹在姿态上还有这个形体上也做了调整就是人马的比例会更加美型，也和我们玩过的很多这种相似的古代产品一样整个体积还是很大的。我简单量了一下这个一共参考，高度是接近47厘米，这个长度接近37厘米，不仅和秦明可以搭配，和其他一些相似的人偶也可以进行组合。马甲本身也是和人物铠甲做了很强的相关性而且是目前他家水浒传这个系列中最厚重厚实的一个马甲我觉得这个一体性还有颜色上这个相关性来讲非常的强。当然目前还是一个前瞻的分享其实这款产品最终还会有一定的提升，像我们之前说过它用了很多这种真皮材料嘛，边缘的剪裁上没有达到一个最优化的效果，未来的话这个边缘毛草肯定还会更少一些，还有它这个头盔盾像披帛部分也会再做一些升级，方便进行穿戴，还有像马鞍这个部分也会重新开模。反正整体呢其实完成度我个人觉得已经到了90%以上了整个风格是我很喜欢那种我一直超喜欢这种红黑搭配的造型我就很喜欢这两个颜色放到一起，很威风的那种感觉然后有朋友其实在说它这个第二弹人物和第一弹这个风格不一样了，但我个人在拿到这个样品体验了之后，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所谓的那
那种类似于画作的比较浓重的风格化的一个处理，只不过它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更多偏写实的细节，铠甲、面部、头雕方面，这其实是基于曾经的设计又做了一个提升。大家可能觉得它会有偏写实的地方，但我在体验上来讲，还是觉得这是属于提升或者增益的部分。我反正是挺喜欢的。总而言之呢，还是期待这款秦明在最终出货的一个表现啊，包括已经有概念设计的那个呼延灼，未来呢又不可避免的肯定要做那些大家更熟知或者说人气更高的角色啊。这么说好像有对不起秦明，但是事实确实比如说什么林冲啊，很期待一个穿着铠甲或者重甲的这种造型的林冲会是什么样，很期待未来能够坚持水浒这个系列，并且带来有自己想法和刻画的一些角色，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呈现啊。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